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央视开年王炸，谭松韵主演年代励志剧《我的山与海》，真实还原90年代打工妹血泪史。谭松韵暴瘦15斤，演活底层女性。说实话，谭松韵这次真的把我惊到了。前几天《我的山与海》发预告片，我愣是没认出那个皮肤黝黑、双手粗糙、眼神里写满疲惫与倔强的女人是她。要知道，当年《最好的我们》里那个穿着校服、一脸胶原蛋白的耿耿可是多少人的白月光啊！这次她居然敢这么毁容式出镜，直接把自己晒成黑煤球，还为了角色暴瘦15斤，锁骨都能剩水了。这狠劲在内娱小花里真是独一份。这部剧里，她和好闺蜜董卿居然再续前缘了。10年前，她们在《最好的我们》里一个演耿耿，一个演贝塔。10年后，在新剧里又成了并肩作战的创业姐妹花。戏外两人关系铁到不行，这次合作默契度直接拉满，戏里戏外的友情比很多塑料姐妹情实在多了。不过最让我好奇的是，这部剧还没播就被预定成爆款，网上争议也不小。有人说谭松韵这次转型太激进，简直是赌博。还有人质疑一个山区女孩真能逆袭成上市公司老板吗？这种故事是不是太理想化了？但制作方放话说了，剧情都是取材于真实女性创业者的经历。连谭松韵都亲自去深圳工厂体验了2周流水线生活，手指都被缝纫机针扎烂过。这些争议和背后的真实故事，让这部剧未播先火，简直赢麻了。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山与海》这个剧名时，还以为是讲旅游的，后来才知道，原来山指的是贵州大山，是女主角方婉之的故乡；海指的是深圳，是她追逐梦想的地方。这个寓意真的太深了。一个山里姑娘闯荡特区，最后功成名就，又回归大山，整个一命运循环。谭松韵演的这个方婉之，命运真是跌宕起伏。她本来是个弃婴，运气好被副市长养父和校长养母收养，过了几年好日子。可养母一去世，她的身世秘密被揭开，原来她是被重男轻女的亲生父母从贵州最穷的山沟神仙顶遗弃的孩子。命运急转直下，她不得不从大学辍学，揣着几10块钱就踏上了去深圳的绿皮火车。在深圳，她干的都是最底层的活，工地帮厨、医院护工、电子厂流水线女工。流水线工作强度极大，每天要站立工作很长时间，还经常被组长刁难。晚上回到拥挤的10人间宿舍，连翻身都困难。但她硬是咬着牙，白天打工，晚上去夜校学英语、补知识。这股不服输的劲头，简直太励志了。在电子厂，方婉之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姐妹，董卿饰演的李娟和希望饰演的郝倩倩。李娟性格外向，社交能力超强；郝倩倩心思细腻，精通外贸知识。3个姑娘一拍即合，凑钱开了个小作坊，从组装零件开始，一步步向外贸和玩具品牌领域迈进。创业哪有那么容易？他们被客户骗过货款，资金链差点断裂，好不容易接到订单，又碰上金融危机，订单直接泡汤。有场戏是方婉之创业失败后深夜在南头码头哭泣，把借据撕碎撒进海里，那种绝望和坚韧，看得人心疼又佩服。但这3个女人硬是扛过来了，她们各展所长。李娟靠口才开拓客源，郝倩倩用专业知识规避风险，方婉之凭着一股韧劲扛下所有难关。从小作坊到上市公司，这一路走来，没有雌竞，只有最纯粹的互相扶持。这种女性力量真的太打动人了。剧中还有一条感情线也很戳心。高志廷饰演的技术员高翔，在方婉之最困难的时候，不仅拿出了全部积蓄支持她，
更在技术上倾力相助。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实实在在的陪伴。这种患难与共的感情，朴实却格外动人。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方婉之功成名就后，他没有留恋都市的繁华，而是选择带着收养的孤儿和知己高翔一起回归故乡神仙顶。他在那里建学校、办工厂，努力让家乡发展得更好。这种从走出大山到反哺大山的循环，才是真正的成功啊！我的山与海的制作团队是打造过唐朝诡事录的原班人马，导演百山，编剧郭靖宇，这个组合简直就是品质的保证。为了还原时代质感，剧组可是下了血本，一复刻了1993年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的场景，那些搪瓷杯、塑料拖鞋、寻呼机，的确凉衬衫，瞬间就把人拉回到那个热血又青涩的创业年代。剧集最初被暗示40集，后来精简到30集，连导演都剪掉了40多分钟励志鸡汤内容，保留角色最真实的挣扎片段。除了3位女主角，这部剧的配角阵容也是年代剧的顶配。王劲松、刘威、童雷等老戏骨的加入，为剧集质量提供了强力保障。特别是王劲松在剧中饰演的孟思远，与其他老戏骨一起为剧集质量保驾护航。谭松韵为了这个角色真的是拼了，她不仅晒黑肤色、素面出镜，还专门学习了贵州方言。从初到深圳时带着乡音的羞涩，到创业成功后谈吐从容，她需要呈现角色长达数十年的成长轨迹。更拼的是，他特意到宝安缝纫厂体验了2周流水线工作，手指甚至被缝纫机针扎烂。这种对角色的全情投入，让他成功塑造了3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早年山区少女时的倔强与青涩，闯深圳奋斗期打工人的韧劲与执拗，成熟期上市公司大佬的威严与笃定。从怯生生的山区丫头，到满身拼劲的打工妹，再到气场全开的女老板，这个跨度被她演绎的丝滑又震撼。我的山与海确定将于2026年1月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并在优酷平台同步更新。这种台网联播的模式，尤其是登陆央视黄金档，无疑是对剧集品质和主题分量的认可。这部剧扎根现实，展现了90年代南下创业浪潮的艰辛与热血，又紧扣了乡村振兴、教育扶贫的时代主题。它既是一个女性的个人奋斗史，也是一代人的时代记忆。